嗨 ，Mesky 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好久没有跟大家聊关于我使用手机的一些状况。之前一直都有在拍手机的开箱啊，聊到 iPhone 啊，聊聊 MacBook 啊，聊聊 Android 手机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非常出乎你预料之外的事情，就是我已经没有使用 iPhone 了 ，Android 手机，什么品牌不重要，重点它是 Android。然后呢，苹果的手机在我手上已经非常久了，我几乎没在用，而且里面完全没有插 SIM 卡。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果粉，你会看到我每一支的 iPhone 新机上市的时候，我们都会抢第一时间来拍摄。那除了拍摄之外呢，平常时你看到我手机拿了也都是 iPhone， 你很少会看到我拿的是 Android 手机。在最近呢，我开始使用了 Android 手机，而且已经将近快3个月的时间。这到底是为什么？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过去呢，我们除了使用 iPhone 之外呢，在使用 Android 手机呢，大部分都是因为手机开箱。可是开箱完之后呢，我们主要的手机呢，还是回归到 iPhone。平常时呢，除非要使用到第二台手机的时候，才会使用到 Android。可是，在最近呢，我开始呢使用了 Android 手机，而且呢，我发现我居然无法像以前一样继续回去使用苹果手机。Alan 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去以我来说，为什么要跳槽到 Android 是这么痛苦的一件事情。首先，它有很多的不适应。例如在输入法的部分，在 iPhone 的手机，它的键盘与界面呢都是非常制式化的，你不会看到可以做任何的调整或修改。Android 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品牌或不同输入法，它的键盘界面呢时常会有变化。那对于我们这种非常依赖手机输入的人，常常有时候按键只要稍微不太一样，就会影响到我们打字的时间，甚至是准确性。尤其是我是用仓颉输入法，大部分的 Android 手机呢都没有内建仓颉输入法，都必须下载，然后下载下来的仓颉输入法品质参差不齐。第二件事情就是 iOS 呢，它有非常方便的档案传输，苹果的所有的周边呢都可以透过 AirDrop 来快速的传输，它几乎不需要做任何的事先设定，就可以将手机里面的档案随时传到你的朋友身上，快速又方便。但是 Android 就没有这么方便。我现在讲的是过去的 Android 不是现在的 Android， 就不是那么方便。你可能要透过 LINE 或透过其他的通讯平台，而且照片可能被压缩过。再来就是联络人的同步，在我们过去使用 iOS 或者 macOS 都会建立大量的联络人资料。Android 手机里面的联络人几乎都是以 Google 云端的联络人资料为主要同步对象。在过去 iOS 呢，如果要同步到 Android 呢，它必须透过同步软体，它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而且当你手机如果有新联络人的时候，它并不会自动同步到你的电脑里面的联络人，它并非是双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Android 手机的 APP 琳琅满目，它的审核上架标准并不是非常的明确，所以你会看到常常有一些参差不齐的 APP 上传到平台上之后呢，下载下来常常发生闪退或者是过多的，或者是塞一些广告滥竽充数的 APP 非常多，导致让 Android 使用者在体验上不是非常的顺畅。所以这个就是以前曾经有过几次想要跳槽到 Android 手机市场，试着想要给 Android 手机机会，但是后来又回到 iPhone 手机的原因。接下来我要讲一下我对苹果手机这10几年来使用上一直觉得它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却没有迟迟改进的。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无线网络的分享功能。我们常常在出国或旅游的时候，有时候父母亲他们的手机都不是使用吃到饱，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网络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iPhone 的手机呢，分享网络的时候，你的朋友在使用，如果中间有停止休息之间没有使用，他就必须要再重新连线，而且必须要求再重新开启一次无线基地台的功能。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它应该要有一个功能是让分享者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自动停止关闭无线分享的功能。第二个，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适应一台手机只有脸部辨识的功能，尤其是在最近，我想我们都常常戴上口罩，这是让我觉得最讨厌的一件事情。现在 Android 手机呢都有指纹跟脸部辨识双辨识共存的功能，但是呢，苹果手机却执意着只要脸部辨识。我想这个在1年多以前我们的开箱影片我就已经曾经讲过非常多次。我觉得拿掉指纹辨识是一件最愚蠢的事情。再来就是苹果在台湾上市的手机都是单卡再加 eSIM 的双待机，它没有办法真实的双卡双待。那很多朋友会建议你啊，你要双卡双待，那你就用 eSIM 就好。其实你不了解 eSIM 呢，在初期在办理的时候，你必须还是要跑到电信局去设定一次。第二件事情是，透过 eSIM 使用，其实还有非常多的通讯软还有相容性的问题，就像早期我所测试的 LINE 的生活圈。以上呢是我使用 iOS 跟
Android 手机，在过去使用上我的感受。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开始跳到 Android 来使用。最主要是差不多在3个月之前，我换了一台车用音响。我那台车用音响呢，可以看 YouTube， 很多功能都有，只要 Android 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它其实就是一个 Android 平板装在音响里面，但是它没有内建 SIM 卡，所以它需要网络才能够听音乐、看 YouTube。我的手机呢，必须要分享网络给它。在当时我使用的还是苹果手机，那问题就来了。我每次开分享给我的车用音响用的时候呢，第一首歌播放没有问题，第二首歌就断线了。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在播放一首歌可能要3.5分钟到4分钟，播完之后，我的苹果手机它就很鸡婆的把网络给中断，所以我常常要在停红灯的时候呢，再分享一次网络给他。我受不了这样的状况，所以呢，我决定暂时先把我的手机换成 Android。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这也迫使我在那一阵子开始使用我以前不习惯的 Android 手机，但是也让我对于 Android 手机开始慢慢的改观。我先说一下 Android 手机跟我过去的观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件事情，输入法的问题，后来让我找到一款它几乎可以跟 iPhone 手机是一模一样的。我在 Google Play 找到了一款输入法，它不但支援长节输入法，而且呢，它的使用界面还完全是仿照苹果手机的界面，几乎排列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在使用上非常顺手，而且中文打字的速度跟之前使用苹果手机的速度差不多，所以它马上解决了我输入法的问题。第二件事情，档案传输的不方便。现在 Android 手机呢也出了非常多 APP， 是专门用来对于不同的使用对象进行做档案传输，譬如说笔记本电脑，或者是苹果手机，或者是 Android 手机。我现在使用的是 PC Anywhere， 使用起来虽然没有像苹果手机的 AirDrop 那么快或那么方便，但是呢，它也解决了我这一项的困扰。再来，我要说的是 APP 的闪退问题。在我最近3个月使用下来 ，Android 的 APP 确实比以前进步的非常多，而且使用界面呢越来越漂亮。在过去啊 ，Android 手机的使用界面真的是丑到爆，尤其很多 APP 设计不像 iOS 里面的 APP， 每一个 APP icon 啦或者里面的界面呢都设计的非常漂亮。可是现在 Android 呢也进步了非常多，同时闪退的问题真的变得非常非常少。再来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在过去呢有一些不错的 APP， 甚至是我会付钱买的 APP， 都只有做给 iOS， 但是它却没有做给 Android 系统，也就是软体公司在写的时候，他先针对 iOS， 为什么？他觉得苹果使用者可能比较愿意掏钱买它的软体。再来就是有一些苹果独家的 APP 也开始都向 Android 靠拢，就像你有在听，如果你有在苹果听 Apple Music 的使用者，其实在 Android 手机也下载得到 Apple Music。所以呢，我使用了 Android 手机之后，解决了网络分享的问题之外，输入法的问题我也解决了。然后使用上呢也非常的适应。在过去苹果手机刚上市的时候，它的技术呢确实大量领先了 Android 手机。不过这几年你看看苹果手机的发表，整个发表会除了在讲 CPU 跟它的摄影能力有多强之外，你好像看不到它有什么进步的地方。现在很多 Android 的硬体，无论在萤幕或者是摄影镜头，都已经追上了苹果，有折叠萤幕，甚至还有超过1亿画素的，甚至还有8K 的摄影功能。所以你看，我现在手上现在用的还是去年我开箱的华为 Mate 20 Pro， 我使用的非常开心。要不是最近因为一直有新的 Android 手机上市，我还真的可以继续使用它。以上呢是 Alan 真心在这3个月使用了 Android 手机，我真的这辈子没有这么长的连续使用过 Android 手机，就最近这3个月是第一次，所以使用了将近100天之后，我要跟大家讲，我到现在还没有想要换，我会持续的使用 Android 手机，除非有一天苹果让我看到它有更棒的功能，可以让我再跳槽回去，好吗？在过去呢，只要提到安卓手机或者是 iPhone 手机的比较，我想很多人就会在那边吵来吵去。我想这一支影片的下方也一定会非常非常多讨论的。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讲，这支影片不是业配，我没有收到任何1毛钱，我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使用心得跟感受分享给大家。在这之前呢，先给大家小小的预告，这是 PC 用又寄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Samsung S20 Ultra 5G 手机到手，下一支影片见，拜拜。下一支，好久哦。我刚刚跟茹茹讲说，我最讨厌苹果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看文章或干嘛的时候，你要圈选里面的文字的时候，有时候全选或者是圈选文字的时候都圈不准。啊，他说他不会，他现在我就要马上试。等下试啊，可以吗？可以啊，来选给我看。我知道错了嘛？全选。我知道错了。你看它全选没出现，有时候我们要全选，它没有出现，对不对？好，然后你现在框字，它框字有时候框不准。为什么没有全选？对。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苹果手机可以无线网络共享？对。那你有没有觉得它有一个缺点？什么？你不知道吗？
你有没有跟出国的时候跟人家手机共享？有。有，那有没有遇过一个问题？就你通常都是要别人共享给你，还是你共享给别人？都是跟别人要。跟别人要，那对方也是苹果手机。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他只要一关掉，然后我这边的网络就会断掉。对。对，就是他手机关掉，他不会，但是你只要一段时间没有用，譬如说5分钟没用，网络就断讯。对，然后就要再跟他，你网络再开一次。对，我有发生过。换手机了啦。所以我现在用 Android 啊。真的假的？我就是很多的问题，现在都用 Android。我用 Android 之后再也没有这些问题。It's gotta be against the law, look this damn good.